苗安素自从结婚后，竟然为了宋汉不惜顶撞窦昭。你究竟把我当什么？若真的是姐妹，我们夫妻被说成是畜生，想要个理由都不配吗？不久前，宋汉故意私自祭奠宋宜春，素兰和陈先生好心劝解，因为素兰不满宋汉和宋宜春的行为，于是大吵一番。可素兰并不会束手就擒，她3下5除2就放到了上前的下人。此时皇后派来的女官说着就要回宫请皇后出面管理，并且让人打素兰20个耳光。分明是驸马爷私祭罪人在先，请公主明辨是非。素兰心中所想是宋汉只是想祭奠父母而已。就在张嘴之时，窦昭及时赶到。宋汉见状开始了示弱，他把所有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可窦昭知道几人的心思，他上去就给了女官一巴掌，而宋汉却一巴掌打到自己脸上。请别为难公主伤了姐妹情。苗安素果然中了宋汉的计谋，他将牌位的事情全部都揽到自己身上，并且向窦昭要一个素兰以下犯上的说法。姐姐，你究竟把我当什么？窦昭没想到苗安素会这样想，一时竟急火攻心，晕了过去。幸好宋墨及时赶到扶住了窦昭，并且直接抱走了他。苗安素很后悔跟窦昭硬刚，但是他现在已经被宋汉给蒙骗。另一边，窦昭经过太医诊断，居然怀孕了。但是现在窦昭身体不是很好，头3个月需要加倍小心。而当得知这个消息后，宋墨和窦昭开心不已。说过生育凶险，你若不想要这个孩子，只管开口。我想要。窦昭很想要这个孩子，他要这个孩子健康平安的生下来，名字都已经想好了，男孩子就叫知意，女孩叫联军。而计划完毕的宋汉直接就把宋宜春的牌位给烧毁，他并不想祭奠，只是为了让窦昭和苗安素姐妹反目。次日是季勇最后一次为栖霞施针的日子，窦昭不顾身体执意要前去查看，可到寺庙的时候，居然发现苗安素在佛祖面前请愿自己平安，和2人能够冰释前嫌，和好如初。其实窦昭并没有怪苗安素，他只是希望安素以后不要后悔。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宋汉他不是坏人，看来有些事情应当让你知晓。就在窦昭刚想说出宋汉的事情时，宋汉却赶到了现场。见状，窦昭也只好没过多说什么。而等安素一走，窦昭就跟宋汉摊牌了。他早已知道了宋汉的伎俩，之前是因为不想毁了安素的依靠才步步忍让。你利用安素对你的真心，行不义之事，若不早日收手，必将自食恶果。我只是争取本就是我的东西，合作者倒是嫂嫂管得太宽。等宋汉走好，就传来了栖霞好的消息。经过季勇的细心照顾，栖霞已经回归正常。窦昭还让他继续留下来当差。随后窦昭感谢了季勇的出手，可没想到季勇竟然要教窦昭鬼门13针，这应该是季勇给窦昭上的最后一课。而窦昭也猜出来季勇是受亲王安排才回京的。季勇不想对窦昭撒谎，他带着窦昭来到了年少2人相识之地。季勇本以为2人是互为因果，没想到算错了。窦昭也没想到自己最信任的朋友居然成为了动乱的原因。今日你我2人割袍断义，他日再见必成仇敌。最终2个知己因为立场不同反目成仇。因为季勇回京修行，可窦昭早就看出了季勇心中所想，只因为庆王军中常有伤患，而季勇的医术高超，再加上他的才智，你第一时间就找到我，也是庆王计划吧？季勇知道瞒不住窦昭，他也不想瞒着，于是带着窦昭来到2人当时相识之地。季勇到现在都记得那天的天象，本以为自己是窦昭的因果，可没想到自己却算错了。而季勇的仕途理想就是主政内阁，重振山河，他要让自己最信任的人坐上帝位。是乱臣贼子还是从容功臣，只看疏或赢。季勇其实从早就开始布局，从在福亭帮助苗家卖船时，季勇即开始布局了。先是接近木川，接近庆王，然后流寇入京，让太子门下折损。季勇唯一放不下的就是窦昭，他不会让窦昭去死。虽然自己早就布好了局，但是他也早就提醒窦昭，如果窦昭选择跟自己走，他都会推掉重新布局。季勇提醒窦昭，如果他想跟宋墨好好的生活，就辞掉金无畏之职，并且给宋墨拿出雪灵芝。而窦昭太了解季勇了，他知道季勇现如今不会回头了。我身边还有谁是庆王的人？不该说的事，你也不该问。窦昭心灰意冷，他拿下头上的簪子，割断袍子，2人自此割袍断义，恩断义绝。窦昭心灰意冷的身体再也扛不住的倒了下去。宋墨及时出现护住了窦昭，派这么多人埋伏着，不就是想灭我们口？住手！最终季勇还是下不去，狠心放走了2人，甚至提醒宋墨让他在死期将至之前写好和离书，不要连累窦昭。另一边，安素听说宋汉房内并没有丫鬟伺候，而现如今大雪纷飞，安素担心宋汉受凉，于是亲自去给宋汉送去保暖物品。可宋汉一醒就直接用刀抵住了安素的脖子，幸好宋汉及时恢复了意识，而安素则耐心的安慰，并且把他带入房内，让宋汉躺在自己腿上。就这样，宋汉在安素的腿上睡了一夜。而宋汉此时或许有了一点心动，他主动的亲吻了安素。一段时间后，安平找安素要1000两银子补上自己做生意的亏供，而父母居然不顾安平的嚣张跋扈，直接让安素给安平钱，而母亲却使用了道德绑架，安平甚至推倒了安素。而这一切都被宋汉在暗中看到，他决定给这个安平一些教训，于是在第2天先是对他夸赞一番，然后给他安排了一个美女。
果然安平瞬间掉入了温柔乡，因为有人已经提前点了这个美女，安平直接就冲出去找人算账。很快两伙人发生了争斗，而安平也在推搡中摔下楼梯，就此去世。安素受不了失去弟弟的时刻，直接晕了过去。不久前窦昭知道了苗家的情况，他甚是担心安素，可现在自己又不方便去看望，于是安排下人去给安素带去一些补品。可此时突然有人偷袭窦昭，夺下了他的簪子，原来是皇后身边的下人司政。他在之前注意到了窦昭头上的银簪，窦昭也没有想到曾经救的那对母子居然是司政的母亲和弟弟。司政就是因为母亲和弟弟才会效忠公公的，他这时候才意识到原来都是骗局，要不是窦昭仗义出手，恐怕自己母亲和弟弟早已不在人世。素颜没齿难忘，原来如果有机会，此恩一定永垂相忘。很快宫宴就快开始了，而庆王也会回来赴宴。窦昭夫妻不能掉以轻心，现如今大内之事很难插手，只能借用太子的势力。窦昭心中有了机会，因为太子妃邀请自己去宫中商议，他觉得这正是一个好机会。而宋墨也陪着太子和庆王去围猎，庆王故意在太子面前挑拨宋墨，随后太子就和庆王开始了语言攻击，两人剑拔弩张，而宋墨也给两人创造了机会，让所有的金无畏转过身子，不许听不许看，而两人没有了顾虑，也在开始了战斗。而庆王本想用小时候的法子来让宋墨帮忙，从前打架永远帮我，如今你放谁？庆王还没开心够，就被宋墨一拳打倒了。哇，你疯了！另一边，窦昭和太子妃正在准备宴会，而窦昭也发现了上一世背后射箭之人。太子回宫后对宋墨心生怨恨，幸好太子妃能够看清局势。今天窦昭甚至还救助了太子妃。窦昭告诉太子，庆王此次赴京定是要除掉宋墨和太子。太子如果说出庆国公之死的真相，如果查出庆王的同党，方可自保。可太子在圣上面前发过誓，永远都不会把这件事情说出来。然而太子妃可没发过誓。我来说，你敢？其实这件事情牵扯着皇家，如果泄露必定会闹出事情，而圣上根本没想杀害定国公，而叫姬隐卫押定国公进宫，也是因为圣上病重。虽然圣上相信定国公，可是定国公并不会信服太子，于是圣上便想将定国公押回京中，斥责一番，撤除爵位，然后让太子从中帮助定国公。这样的话，定国公就会欠太子的一个情分。本来定国公进京之后一切都会平安无事，可没想到半路被别人钻了空子。而圣上给定国公定罪，都是因为皇后劝陛下木已成舟。如果说定国公无罪，那就是圣上颜面无存。毕竟帝王是永远都不会犯错的。我舅舅为他不顾生死，奉献一世，这比不过颜面二字。其实圣上是不忍心的，于是才从轻处理，赦免蒋氏族人。现如今，如果宋墨和太子不联手的话，肯定会失败。现在宋墨还有一个疑问，虽然庆王有叛逆之心，可是他在辽东即使有内应，但是路程这么远，怎么可能随机应变？即真正要谋逆之人，不是庆王，而是万皇后。当初要不是皇后在圣上扇耳边风，圣上也不会如此行事。可其实圣上早就知道，但是因为身体原因也是无能为力。宋墨询问太子到底救不救，可太子觉得撕碎皇家的脸面是不允许的。皇家至尊的威仪比一人、一族、一君的冤屈还重要。若真如此，我和宋墨也没必要辅佐一个愚昧自私之举。汪公公还提出一件事情，那就是英国公府上的信件。可是太子也不知道信里的内容，只知道确实是英国公府的人给扣下了。而宋墨什么都不要，只是要圣上还给定国公一个公道。宋墨，你这是在跟我谈条？太子妃还是明白事理，直接拿着手就拍了上去。双方也正式结盟，太子妃也建议不只是做盟友，不妨指腹为婚。可两人一听，瞬间相互嫌弃，互相责骂。而宋墨在回去的路上一直心生不宁，窦昭还以为他是有心事，但其实就是宋墨吃醋了。他觉得太子欣赏窦昭有了危机感。在半路上，宋墨忽悠下来，窦昭直接抱起来，抱着他回家。我想明白了，我要长命百岁。太子这样的话，自惭形秽。另一边，圣上得知两个儿子打架之事，如果这件事情被捅出来，第一个问责就是宋墨。现在宋墨是这个朝野平衡的最关键的一点，圣上心中也有了决定。次日，窦昭就带着栖霞来到英国府。虽然栖霞已经被治好，但是他还是精神有问题。然而当听到几人说信的时候，栖霞却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他经过场景再现，终于想起了信藏在了哪里。原来定国公送来的是一幅画，画作背后还有一些名单。宋母瞬间感觉到了危机，让栖霞把画藏起来，并且只能交给宋墨查看。可当栖霞藏好后，却发现了宋宜春和宋汉正在谋杀宋母。随后宋墨按照母亲的交代，用茶水看到了信上的内容。爹的名字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吴伯早已是庆王的党羽，难道说是他想拉我爹下水？然而次日，窦世英就给窦昭拿来了一些房产，而窦昭瞬间察觉出了不对劲。窦世英本来就是为人耿直之人，窦昭担心他会被骗。经过调查，才查到银楼幕后的当家的正是景国公张家。而在京城中6部9卿的官员基本都有投资，因为张家是皇后的母家，很明显这些钱都来自辽东马氏，这些利益也是为了拉拢朝廷官员的。您觉得不可混为一谈？那我问你，这头前契书是不是签了字，落了名？
现如今庆王已经露出要抢夺皇位之势，窦氏叔并不想掺和朝堂之事，于是说着就要把生意给退掉。窦昭知道父亲根本退不出来，于是自己代替父亲去银楼找到魏廷珍。然而就算窦昭用父亲投资的10倍加上自己的生意之路来换取契书，魏廷珍都不同意。先礼后兵，今日我面子给你了，到了来日可就不好捡了。另一边，陈家在调查之时被季勇拦住。季勇知道一个赌徒永远都不会改变他的赌徒心理，他这是想拉拢陈家为自己所用。你不愿意上桌，愿上桌的是别忘了你的那个赵小姐。陈家瞬间不知所措。随后窦氏叔邀请宋墨明夜去银楼商讨契书之事，因为窦氏叔自私自利无情无义，严将军担心宋墨的安危，于是想让他拖延一会。但是自从上次比武时，宋墨就已经亮出了态度，必定不会让自己有时间拖延。很明显的就是太医已经好久不来了。窦昭此时出现，他找到了比契书更好的东西。夜晚，宋墨按照时间去赴约，窦氏叔卸下宋墨的双刀，并且不允许有任何侍卫跟随。庆王此时就在楼上等待着宋墨的到来。庆王以雪灵芝为由拉拢宋墨，并且许诺言：解得了毒，就解不了仇。12道金牌召回岳飞的是赵构，不是秦桧。岳飞向前，赵构该跪该吃，可秦桧也不会因此站得起来。一番话让庆王再也忍不住对宋墨起了杀心。可是庆王的手下在宋墨严重不足畏惧，他直接夺刀挟持住了庆王，并且早已安排人去偷出了契书。其实窦昭在去银楼的时候就量好了银楼的地图，他让宋墨先去拖住庆王，自己则带人去炸开墙取出契书，一招调虎离山，顺利的偷出契书。蒋梅孙拥兵东南，你宋墨又想血洗京城，你们讲的是野蛮，谈何忠良？定国公是宋墨心中的痛，一提起宋墨就发怒，导致体内毒素发作。千钧一发之际，窦昭带人赶到了现场，而圣上也安排汪公公阻止了几人。等进入宫内，庆王恶人先告状，而宋墨拿出证据让圣上查看。可是其他亲王的早已被庆王收买，在朝堂上直接就要治宋墨的罪责。渎职纵火之罪，臣敢作敢认。可契书上若有殿下的名字，是还是不是？眼看说不过宋墨，于是便拿出先皇来压制圣上，并且用亲情来威胁圣上。而圣上这一切都很明白，但是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刻。圣上于是便想用窦世英来作为替罪羊，让宋墨现行收出。可是宋墨并不是这样的人，他不是找替罪羊的人。圣上此时还在好心劝解宋墨，让他切勿因小失大，本想把所有责任都让窦世英来顶罪，可宋墨不允许这样做。舅舅若还在世的话，他绝不会允许我一己私利，牺牲重要之人。宋墨的一番话让圣上看到了曾经的定国公拿着戒尺在质问自己，最终圣上扛不住，内心吐了一口老血，晕了过去。而宋墨也被圣上罢免一切职务，虽然免除了死罪，但是也被押入了大牢。虽然他保住了性命，但是皇后却安排人在圣上昏迷之时对宋墨严刑拷打。可宋墨毕竟是个硬骨头，不管怎样的酷刑他都不服软，而公公却使用了能激发宋墨体内毒素的迷烟。宋墨随后精神恍惚，他看到了自己舅舅的身影，产生了一些不好的记忆。他现在唯一的精神支柱就是窦昭，而窦昭也心灵感应感觉到了宋墨正在受苦。窦昭醒来之后，发现自己正在崔老太太的庄上，幸好腹中孩子并无大事。而另一边的窦世英为了救宋墨，整整一夜在宫门口敲灯闻鼓。而皇后的公公见状就要拿下窦世英，幸好此时太子出现替窦世英撑腰，这才救下了窦世英。随后太子就在朝堂上举报了庆王的贪污受贿之事，并且还拿出了百姓签名的请愿书。而现如今皇后当道，她将一切归咎于窦世英为了救女婿污蔑皇子，左右民心。此时长公主站出来帮助太子，这才让太子扳回一城。见到长公主来到督察院的人也敢站出来说话。毕竟民间流传的结党名单不可信，然宋墨所成的贿银账册却是有据可查。皇后生气不已，如果再查下去的话，庆王接档刑会板上钉钉，而宋墨防火却成了情有可原。而现如今皇后的处境很是危险，她决定找一个替罪羊来扛罪。而现在最好的人选就是银楼出面和马氏通商经手的窦氏叔。窦氏叔夜晚细致打扮一番，他似乎也知道了自己的解决。他料到了自己就是皇后的替罪羊，他明白了自己必定是弃子一枚。长公主此次前来是想帮助窦氏叔，可现如今谁出面都没有了办法。他为了不连累公主和窦世英，于是准备做戏要做足。他挟持住了公主，在皇后的人面前痛斥窦世英。五哥，你闭嘴！放箭！当放箭之时，窦氏叔毫不犹豫地将公主护在身后，他保护住了自己最喜欢的女人。这一辈子窦氏叔被公主看上，本来是可以荣华富贵，但就是因为自己的仕途理想一步步走错，落得一个千夫所指的下场。
窦世英知道了窦世书所做的一切，窦世书去世，窦世英也要担起窦家的责任。崔老太太也决定不顾一切地拿出所有的功绩让朝廷看看，让皇后不得不放出宋墨，但是也罢免了宋墨的身份，禁足在国公府。而现在正在挑选金吾卫之首，正是人心大乱的时刻。纪勇建议亲王现在出兵，这也是亲王心中所想。可纪勇告诉他，现如今宋墨中毒已深，手下也被关入大牢，根本成不了气候。另一边，安素主动给灾民们施粥救治，可其中有了个灾民看到安素后却直接逃跑，这让安素心中惶恐不安。而宋汉也在找寻此人。而安素为了找寻内心的想法，他想去找窦昭，于是找到宋汉，以钱财来换取宋汉不伤害窦昭。宋汉见状只好满口答应。次日，安素就去找到窦昭，而有了宋汉指挥使的身份，下人们也不好阻止，于是放他进入了窦昭府上。窦昭也没想到安素能进入了府上，而这次安素遇到了很多事情，实在想不明白，想找窦昭询问他的想法。宋汉所做的是窃国之事，将来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虽然他知道窦昭的意思，但是现在自己身份特殊，一言一行都被监视，不好下手。窦昭告诉他可以去找陈家帮忙。夜晚，陈家就抓住了今天逃跑的灾民。从灾民口中才知道，原来弟弟是被宋汉所害。那日其实安平摔下楼并没有去世，而是在楼后被宋汉给活活打死的。而灾民害怕被追杀，也是慌忙逃脱，混入难民之中。此时安素心中很是疼痛，她万万没想到自己喜欢的男人会对自己做这些事情。而回去的安素却被宋汉直接强吻了起来。今天其实是安素的生日，宋汉跑遍京城，特地给她买了一个项链。而现在的安素还不能暴露，她要忍辱负重，等待机会。不久前，圣上终于醒了，太子也不顾一切冲了进去。圣上看着成长的儿子，心中很是欣慰，于是与杨阁老一唱一和的让太子代替圣上南下祭祖。皇后看出了两人的心思，虽然没办法阻止，但是可以安排自己的人随行护卫。而圣上一醒，亲王也急了，他必须在太子回来之前成功兵变，要不然等太子回来，自己将永无出头之日。于是让宋汉在15的时候控制住承天门和正阳门的所有兵力，等时间一到，打开大明门发起兵变。还提醒宋汉要注意安素。庆王为了拉拢宋汉，不惜赐予宋汉为新朝的第一个异姓王。而有了动力的宋汉刚想送安素走，可没想到安素却主动提出要将弟弟的牌位放回府邸，这正好合了宋汉的心意，于是让他过完15再回来。另一边，宋墨毒发起来，谁都不认识。宋墨担心害怕伤害窦昭，于是把自己关进了一个房子内，独自承担毒发的病痛。窦昭不顾一切地冲进房内，可现如今宋墨根本无法安心喝药，窦昭直接把药含在嘴里，然后用亲吻的方式给宋墨灌入药材。而有了窦昭的安慰，宋墨也慢慢的恢复意识。两人回忆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两人的暧昧却让宋汉的护卫看成是两人打起来了。另一边，太子在祭祖的路上，顾玉直接按照计划挟持住了太子。而庆王这边因为圣上突然醒来，事情突然多了起来，并且现在圣上不肯吃丹药。皇后娘娘用的毕竟只是方式，就怕若再有些差池，还是劳烦老师去一趟吧。随后纪勇就来到宫内查看圣上的情况，他如实说了圣上活不过开春了，而庆王的计划也已部署成功。皇后则叫来了各家女眷，随后就控制住了众人。窦昭早就知道皇后会今晚动手，可就在动手之时，却突然一阵爆竹声，而窦昭之前收入的女官也挟持住了皇后。就这样，窦昭挟持着皇后一直退到了门外。可汪公公使用计策救下了皇后。就在汪公公要对窦昭赶尽杀绝之时，陈家直接解决了汪公公。你们基友们，到底是忠于君，还是忠于贼子？窦昭先是在皇后手下逃脱，并且来到了圣上的寝宫。就在束手无策之时，却看到了纪勇的放大镜。他回想起曾经纪勇教自己的鬼门13针，窦昭瞬间懂了纪勇的做法。他瞒过了所有人，下了一盘大棋。他出任庆王府长时，看似叛变，实际上是陛下授意的。经过窦昭的施针，圣上也醒了过来。而此时的庆王已经带兵攻入宫内，宋墨几人拼死反抗，但是毕竟庆王的人数过多，宋墨也坚持不了多久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圣上坐着龙椅出现在了众人面前，他苦口婆心地劝着侍卫。而现如今庆王已经无路可退，只能破釜沉舟。双方随后发生了激烈的战斗，而圣上终于也可以正式庆国公了。梅森，这次朕不会再让你失望了。很快，顾玉和太子也带人回到了京中，而王行仪和纪勇也带人攻入了城内。瞬间，庆王的部队落入了下风。原来当时顾玉虽然劫持住了太子，但是没想到顾玉还是窦昭之人，而王行仪也带来了3大营4万兵马，控制住了亲王城外的兵力。现在各位亲王早已认罪，庆王现在败局已定，众侍卫纷纷跪下恳求原谅。基友，本王对你只以失礼，无所不容，你为何叛我？在我眼中，不过是第一刀就该切除的腐肉。定国公之冤，百姓之苦，该报还了。就在庆王要动手之时，突然一声枪响解决了庆王。这一枪正是窦昭开的，两夫妻坐到了公道，是两人一起挣出来的。随后圣上亲手把玉玺交到庆王手上，可庆王根本拿不动。儿臣拿不动，可母后未必不能。你可知你为什么会输？那是因为定国公和皇后对于江山社稷有云泥之别。定国公可以为了百姓掏空私产，不顾性命，没有朋友党派。
而庆王和皇后为了皇位不惜害得圣上病痛不已。圣上从当时宋墨拿着戒尺去求圣上的时候就开始布局，而改的年号也是当初定国公和圣上讨论出来的。其实圣上一早就开始布局，准备一举挖出朝廷上的蛀虫，而宋墨直接来了招杀人诛心。臣请旨，每日派人将陛下和太子的功业一一告知。这简直比杀了庆王都难受。随后宋墨跪下，用所有的爵位军功换舅舅一家的清白。圣上想起了曾经赐给宋墨双刀之时告诉他的话，而另一边宋汉逃出宫内，安素此时就在门口等着他。宋汉一把抱住了，可没想到安素拔刀直接解决了宋汉。九重子的大结局终于来了，窦昭给宋墨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表姐和陈家也修成正果，窦世英也将母亲接回府上。窦昭宋墨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不久前庆王谋反，窦昭直到去了圣上寝宫，看到了季勇留下的放大镜，他才意识到季勇瞒着所有人下了一场大棋，而庆王也在众目睽睽之下造反失败。宋墨终于亲手为舅舅洗刷冤屈，而此时的皇后和窦昭在宫内。皇后每一次看到窦昭，就像看到了那个未入宫的自己。曾经皇后也是爱着圣上，此时圣上前来召见皇后，现在皇后不需要再装了，她永远都不想再见圣上一次。我再见他一眼，都嫌恶心。本宫自请废后，眼为庶人，请求一死。等这一切结束后，窦昭毫不犹豫地奔向宋墨，而圣上为了定国公的情谊，把这世上唯一的血灵芝赐给了宋墨。当时汪公公去找万佛寺要的就是血灵芝，圣上亲自下了罪己诏，为定国公和蒋氏一族平反。庆王等人以谋反之名全部抓获。次年太子登基，大赦天下，季勇升任吏部尚书，新朝第一位内阁首辅。窦昭用一点点的行为改变了大体走向，窦昭和宋墨也开始了幸福生活。窦昭给宋墨生了一个女儿，每天早上还没醒就被女儿叫醒。这教孩子比做生意还要难。而安素也开始了相亲之路，她面对这些人介绍的公子，只是简单出一个问题就为难住众人。难怪别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还不如你留在我身边得力。窦昭、宋墨也过上田园生活，没事的时候两人饮酒看风景，过得很是滋润。原来九重子全剧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导演留给聪明人的独家彩蛋，以为是剧组经费有限，找了个这么丑的外景拍大结局，结果是我冒昧了。窦昭和宋墨最后郊游的地方，河流被阻断，长出杂草，正印证了最开始昭示录老头说的那句，要有参天倒峡之力，才能改变河流的走向。如今窦昭真的做到了，而且更细节的是，草地没有直接截断河流，而是一点一点改变细枝末节，长期的草地蔓延，四周的树枝也都发芽，宛如新生。重生后的蝴蝶效应在此刻具象化了。说到功能台词，昨天那期漏写了昭昭给肚子里的孩子取名的引经据典，要是男孩就叫知音，要是女孩就叫怜君。知我意，感君怜，此情须问天。这句话出自唐朝文学家温庭筠的《更漏子·金雀钗》。宋墨知道窦昭对他的情谊，而窦昭也知道宋墨对他的爱恋，这些上苍都可以作证。温庭筠的这首词是以女子的身份和口吻描写的，也就是说，窦昭腹中的孩子是他写给宋墨的一首情书。救命啊！我要被甜翻了。都说男配是留给观众的，全剧最让人心疼的乌慎，虽然大结局也没露个脸，但是他却有隐形出场。窦昭被皇后邀请赴宴时，其实已经装好了炸药，等待时机挟持皇后，而他手里的炸药就是委托工部的乌善搞来的。你的手已经伸到了公部，乌善也回京升任工部侍郎。我说怎么 MVP 结算的时候，升官名单里还有乌善呢？感情这埋了个大伏笔。而宴席上钟表指向的8，说的应该也是他们的第8次相见吧。除此之外，宋汉和素素的婚礼也埋了一个很深的一举成谶和因果闭环，因为最终捅死宋汉的那把刀是他新婚夜上最忌惮的那把，就像曾经的他对素素满是猜忌与怀疑，后来才敞开心扉，而那把刀就如素素一般，爱时是保护，不爱时是利器。不知道宋汉在死前会不会后悔自己在新婚夜倒掉了那杯保佑夫妻同心的合卺酒，开始了自己悲剧的一生。九重子最封神的点在于，站在每个人的角度看，大家都没错，都是好人，但所有的人和事混在一起，就有了对错，也有了生死。就像皇帝这个角色，他害了妻儿挚友，看似可恨可悲，却也在最后留下了罪己诏。天道不远，前告废墟，万幸有故在于一人。这是《宋史》记载里宋理宗赵云的一段话，因为他放权给奸臣，从而连累了整个国家。对于九重子的皇帝也是如此，一切悲剧的因都源于他的君父权，希望他的赎罪可以换来国家未来的安宁。